柏林国际电影节有胡歌和吴磊的值得一游，还有王一博对他电影的负面评价。柏林国际电影节于每月17日开幕。近日，胡歌电影《蜜婚与千金》，吴磊继少将杨绛《琅琊榜》之后的第3次合作新剧照曝光。这个节日每个月举行一次，在他们节目宣传的第1天，就宣布两人在冬日的阳光下相距甚远，一个低头看手机，另一个面面相觑，这让很多人想知道他们的故事。从一个身无分文、苦苦挣扎的编剧，胡歌摇身一变成为谋生的悼词作家。最终，他通过写悼词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吴磊是他的同事，为他的生活提供了希望和灵感。曹保平表示，胡歌在开拍前几个月就开始改编剧本，这包括学习如何进入角色状态，并与主创团队反复互动。曹操透露，以胡歌为灵感的男神3部曲合作就是吴磊的。胡歌的另一面镜像，让人为两人神秘的关系而激动不已。这个故事是由大满贯女星周迅和她的搭档电影竞赛入围作品《我的朋友》写的。这部电影由王一博主演，涵盖了他的一生。虽然只是央视发文的一小部分，但依然是对王一博年龄的准确写照。王一博在决定做艺人而不是流量偶像的时候，试图改变自己的表演风格。他决定戴上眼镜，确保自己的头发梳理整齐，然后摆出一副拘谨的表情。尽管他在一次事件中是文盲，但他还是设法克服了障碍，并表现出从一种表演风格转向另一种表演风格的决心。范冰冰因为偷税漏税成了烂艺人，被曝光逃税后，她在国内被禁，被迫去海外发展。李柱英出演韩剧《局内人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因此她在 GL 电影 Green Knight 中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件大事。这部电影被接纳为柏林电影节的全景单元，这是其首映式之一。此外，香港电影导演杜琪峰担任本届主竞赛的评委。在用粤语回答为什么电影经久不衰的问题时，他强调了电影的重要性，并表示人们需要电影来维护自由。由于集权政权的压迫，电影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挑战。杜强尼说，支持电影文化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个主题，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愿意让它进来。相反，他说，支持这部电影就像表达对战争中受难者的声援。然后，约翰尼直接脱口而出，感觉就像香港，对不起。接着他再次道歉时，紧张地笑了笑。井柏然和宋威龙的《君子联盟》豆瓣以 6.4 的低分收官，但胡歌偷婚生女陈飞宇床照却人气尽失。日前，由井柏然、宋威龙主演的悬疑剧《君子联盟》悄然收官。节目开播时零宣传、空降，因为中国禁令，剧情被大大删减，一线大牌难以撑起市场，所以最后没有水花，豆瓣评分也只有 6.4 分，远低于预期。网友分析称，绅士联盟不仅被中国禁播和宋威龙吐槽问题所诟病，还恰好撞上了娱乐圈的两件大事，让讨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火爆。他们觉得很可惜，用冰冻2年换来的是这个结果。自《君子联盟》播出以来，宋威龙饰演的憨直书生张平一角备受关注。除了面部表情僵硬，被怀疑是面瘫外，一身古装与帅气毫无关系。他也被称为古装丑男。和他在以家人之名和下一站是幸福中帅气温柔的形象相比，他在绅士联盟中的穿搭可以说是 terrible， 太土了。网友指出，君子联盟不火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国内的禁播，大量耽美剧无法播出。最终，君子联盟选择了退一步砍剧情，等了2年才有了重现的机会。比起那些胎死腹中的耽美剧，算是成功了一半，却无法还原完整的剧情，这是美中不足。失败的第2个原因，就是2位男主坚持用原声，唯独宋威龙的嘴不是。太好了，却被网友吐槽，说快点，就算有字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难怪不能引起观众追剧。君子联盟没有引起收视火爆的第3个原因是，开播的第1周和最后1周，演艺圈发生了大事。比如刚开播就遇到了胡歌隐婚生女的惊天消息，
刷了好几天的微博页面。从照片来看，两大赛事的热度已经盖过了君子联盟。不少人也认为君子联盟生不逢时，对井柏然和宋威龙在剧中的表现还是很有把握的。不过，即使君子联盟没有引起收视热潮，宋威龙依然为张平这个角色写下了长篇告别词，表示张平在他眼中是一个不幸却又幸运的人。他有一个黑色的童年，却有幸遇见师傅陈卓、兰夫人，弥补亲情，收获友情，感慨地说，其实张平就是我，也为我们每一位为梦想而努力的人，带着最初的纯洁和热爱，坚持下去，勇敢前行。